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给到你们的一些人生建议吧，你们在当下需要知道的一些指引。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那么第一组牌的话，首先我们抽到的这个星币国王，给到你们的一个建议就是在你们的一生当中啊，一定要找到那件最重要的事情，找到你们最爱的人。因为这个星币它本身就是它象征的是一种具体化的东西啊，去做那些最重要的事情，爱最重要的人，活在一种具体的生活里边，关注那些具体的人和事，爱具体的人和事。所以说其实把自己活得很具体，它是一个特别珍贵的能力啊，因为它需要你去接纳那些琐碎的现实，它需要你不嫉妒，需要你看清楚自己的内心。所以说星币本身的话呢，它是一种用大块的时间去做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难攻克的事情，放弃碎片化的学习，浅层次的社交。你们需要规避的就是因为你们自己很聪明啊，太聪明，所以说想要或者说容易走捷径，基础不扎实。不要接触到的什么东西都想学，就是要用整片的大块的时间去系统的学习，而不是碎片化的。这样的话对你们的人生是非常有益的啊！而且你们脚下的这颗星币啊，提醒你们的就是不要对身外之物投射太多的价值和意义，期待的这些东西能够改变你们的一生。其实你们人生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关于外部的这一切，而是你们如何看待和面对，如何去感受和理解你们自己的内心。所以说星币其实就是让你们自己的能量落地，可以被触摸到，可以被感知到，而不是停留在那些浮光掠影、海市蜃楼的幻象里边。那我们抽到的这张星币九啊，牌面当中的这个星币九，它有一个第三只眼睛，这张牌象征的是你们要看到事情的本质，或者说不要仅仅是停留在事情的表面之上。有一些东西可能有一些事情的表面会迷惑你们，比如说当你们想去了解和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们看到的一个人只不过看到的是一个人的表面，他想让你看到的那一面，你们必须要提醒自己，才不容易被那些表面所产生的幻象迷惑啊。而且呢，这张星币九啊，它不仅仅是看到事情的本质，它还需要你们去有一点点野心啊，对于未来有更长远的规划和打算，不要得过且过，也不要退而求其次，你们要把自己的目光放长远一点。所以说之所以会这样提醒你们，可能就是你们现在的状态有一点想要躺平吧，或者说今朝有酒今朝醉。不是说这样不好，这样其实也是活在当下。但是呢，万事万物它其实都有一个平衡的。你们在活在当下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应该积极的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些准备和规划。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可能你们身边的人都在躺平摆烂，但是只有你们自己在努力的话，会让你们觉得好像自己是一个异类一样。但是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摆脱这个环境，去到一个更高处，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志存高远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它让你们不会太过于计较当下的这种眼前的得与失，能够帮助你们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内耗，不会纠结一句话有没有说好，一个动作有没有到位，一件事情有没有办完美，不会过分的关注一些细节。就是志存高远的好处就是能够让你们变得豁达且自信，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人生在更高处，你们的目光是长远的，你们深信一个动作、一件事情、一个很小的成败都无法影响到你们的人生，哪怕是你们真的做错了也没关系。当你们把目光放长远，踏实的去努力，你们就不会纠结于当下的那些得失与成败，反而能够提高你们自身的工作和学习效率。所以说把目光放长远，其实能够非常有效的去减少你们的内耗。而第三张牌呢，宝剑五啊，你们的手上它有一些很尖锐的东西，它是在告诉你们啊，你们的人生需要有一点自己的态度和个性，甚至需要一些棱角来保护自己，防止你们受伤，防止你们被索取、被消耗。你们就是要让自己看起来有点不好惹的那种感觉，这样你们的人生会少很多的烦恼，给自己设立一个边界和屏障。
防止自己吸收过多的这种环境带来的负面能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们手上的刺就是在保护你们。这个时候可能你们的这种刺啊，它可能会让你们错过掉，或者说和一些美好的人和事擦肩而过。但是我觉得这组牌它其实更多的是让你们保护好自己的那个小世界，不要让别人觉得你们是一个软柿子，很好欺负，很好拿捏。所以说它这个也是有一个度的，你们要掌握好这个度。这张牌也是在告诉你们啊，你们的在人生里边的话，其实要活得大胆一点，特立独行一点，要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敢于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观点，要强势一点，锋利一点，有棱角一点。如果你们太在意身边人对你们的评价和看法，那么你们做什么事情都会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啊，去屏蔽掉那些流言蜚语，仅仅是做你们自己，它已经足够难得，也足够伟大了。这张魔术师呢，我觉得你们身上还有很多的潜力没有被开发出来啊。你们内在的这种天赋和潜力啊，就像是一个迷宫一样，它需要你们不断的去探索。这张魔术师，他有一点像是那种多线程的去处理工作的能力，一心二用的能力。还有就是你们需要有这种很强的整理和归纳的能力。你们自身是有这种天赋的，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一团乱麻的东西或者说事情整理得井井有条。你们能够在乱七八糟的文字当中整理出有逻辑的观点，或者说在那种混乱和混沌当中发现一些机会，去善用你们自身的这种能力。你们是拥有那种魔术师般的魔力和能量场的，能够把无序的事情变得有序，混沌和混乱会通融汇聚成一种秩序。你们拥有那种能够平息纷争，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的能力。而这张权杖七呢，这把斧头它有点像什么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你们想解决一个问题啊，不要靠蛮力，找到正确的工具，用正确的方法，要具备这样的一种思维，就是解决问题一定要尝试着去寻找那个解决问题最高效的路径。就好比你们想把一根木头折成两半，你们可以选择用蛮力，可以用石头砸，但是最高效的方式永远是用斧头劈开它。当然这个不恰当的例子只是在告诉你们，你们在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一定要找到那个最高效的工具，用最高效的方式，用最短的时间把它解决掉。这张牌也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堆积的那些问题啊，只要你们能够找到那个正确的工具，你们就可以一口气的把它全部都解决掉。因为所有你们面临的问题，它有着共通的特性，一通百通。只要一个问题，一个根源性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那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连根拔起。而我们抽到的这张 Judgment， 你们要保护好自己啊，屏蔽掉一些人，屏蔽掉一些能量，屏蔽掉一些信息。这种自我保护机制能够防止你们受到很多的伤害，甚至可能对你们来说，单身啊，它也是一种保护，保护你们，防止你们受到伤害。只有你们拥有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你们才有可能保护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份纯真和你们坚守的底线，保护好你们自己已经拥有的，保护好你们所珍视的，就好像是把自己的能量锁住，谁也不能够窃取它。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首先第二组牌我们抽到的这个愚人啊，愚人他其实是有一种大智若愚的感觉在里边啊，心态要成熟一点，有些事情他可能不值得你们去计较啊，有一种活在当下自得其乐的感觉啊，学会取悦自己，本着快乐最大的原则享受你们的人生。而且呢，你们在做出任何决定的时候都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们做出这个决定你们会快乐吗？所以说那个决定它其实本身的利弊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们做任何的决定都一定要顺从自己的本心，让自己能够感受到快乐。那么这个愚人呢，我觉得你们如果想快乐的话呢，唯一的方式啊，就是你们要避免深刻，别太在意得失，也别纠结那些细节，别钻牛角尖，想做什么就去做，也不需要争论那些对错，就是不要什么事情都刻意的去寻找一个意义。你们想要的越少，你们就越容易幸福，但是你们计较的越多，你们就越不容易快乐。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要学会去接纳自己的天性，并且
你们要尝试着去构建或者说寻找一个和你们自我天性相匹配的生活环境。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就对外展示出自己怎样的特质，而不是逼着自己去成为另外的一种你们不想要成为的人。那么第二张牌呢，就是这个 Five of Wands 权杖五啊，这些权杖交织在一起啊，你们的人生一定是会经历一个混乱的、动荡的、混沌的时期的。每一团火，它好像都是在为你们指明一个人生的方向，但是可能会因为选择过多而在这个阶段当中迷失，并且这种迷失它也是一种间歇性的迷失。你们经历了这个，你们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就是达到了某个目标之后，突然就迷失掉了。就是说，你们可能把那个目标看得太重了，会觉得那个目标就是你们人生的全部啊！一旦你们达到了那个目标以后，你们就变得有点不知所措了。实际上，在这个目标之后，还会有新的目标。所以说，每一个目标它都不会构成你们人生的所有意义，它只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当你们达到了一个目标就迷失以后，其实本质上也是因为你们所达到的那个目标可能并不是你们真正想要的，你们只是阴差阳错的被外部的环境和周围的声音推着走。你们实现的东西可能也只不过是绝大多数人都想要实现的。所以说这种阶段性的迷失啊，反而能够帮助你们看清楚自己的内心，看清楚你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好像一个人在森林里迷路了，他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应该停下来，他需要去停下来查看自己的四周。所以有的时候你们要防止自己啊，当你们迷失在了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洪流当中啊，你们可能会为了冲破这种困境，不顾一切的往前冲，想要去寻找、索求、祈求那个生活的答案。但是如果说要给你们自己建议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自己的内心完全的停下来，这样你们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向内看到自己内心当中真正的渴望。而第三张牌呢，宝剑七啊，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啊，等待合适的时机。之前所经历的那些东西，学习的东西，沉淀的东西，在未来都会派上用场，但是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所以说你们绝大部分的这种努力啊，可能在当下都不会看到回报。所以说你们有的时候不能够用很强的功利主义去权衡你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但是你们在学习和沉淀自己的过程当中，调动的技能可调动的技能和资源越来越多，然后那些看似独立的碎片和人生的闪光点最后会连接到一起。那么这种宝剑呢，这些宝剑其实也是给你们的人生留出尽可能多的选择，学习一些你们真正感兴趣的相关的领域和技能，某一天一定会在某一天派上用场的。那么这张战车啊 Sherrod 它有一种马到成功的象征啊，它给我一种很强的力量感，这种力量是一种肯定的力量，就是你们可能忽略了你们内心内在的这种勇气和决心啊，有些事情你们埋头冲过去啊，就能够大力出奇迹。这个战车它有一种不屈服的力量啊，就是说你们不要逆来顺受，也不要委曲求全，一定要有一种勇士精神。就是很多事情就好像是一个棋局，这个棋局可能你们权衡了各方面的利弊以后，你们不知道应该下一步怎么走，但是可能你们蒙着眼睛啊，随便走的一步就反而能够破解这个僵局啊。所以我看到啊，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勇气，你们要具备这种勇气。其实这种勇气它并不是说无所畏惧，什么都不怕，而是说你们内心当中有这种恐惧，但是在心怀恐惧的过程当中，你们仍然会选择勇往直前。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勇气它更像是你们对于生命本身的一种信任。人生它就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啊，主动的承担起你们在生命当中所肩负的那些责任，鼓起勇气冲过去，前面就会海阔天空，就会一马平川。人生其实就是矛盾和选择的结合体啊，无关于对错，仅仅在于我们能否拥有这种勇气，在矛盾当中做出选择，并且去勇敢的承担这个选择背后的那些后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获得你们人格的发展，去激发你们本能当中所拥有的，不断的朝着更完善的方向去发展自己。然后你们的改变会改变你们的外在关系，会改变你们所拥有的一切，而你们所期待的那些东西啊，它就会变成自然而然结出的果实。那么这张宝剑二呢，你们要永远给自己的人生留出一些选择的空间。你们的手上有2把宝剑，就是让你们时刻的去做好准备，永远有退路，永远有选择，永远有一个 Plan B 啊，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一定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你们手上的宝剑就是你们的武器，你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安身立命的资本，而这种安身立命的资本源自于你们的某种核心竞争力。你们要把这种能够让你们安身立命的核心竞争力发挥到极致。而这张权杖6呢，你们要像太阳一样，只是发出光和热。但是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想着去控制什么，或者说改变什么。你们会在追随光的过程当中自己发出光，变成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太阳它代表的是一种赤诚之心啊。这个太阳一出现，所有的谎言隐瞒的事情都能够浮出水面。只要你们保证自己是活在阳光下的，活在坦荡、真诚和不羞愧里边，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伤害到你们，因为你们是如此的耀眼。它是有一种很活跃、很积极的生命能量在茁壮成长的。所以我从这张太阳牌我看到的是，当你们感觉到自己内在的自我一部分自我在枯萎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新的自我在生长。你们要像这个太阳一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真诚的直面自己，不对自己撒谎，就像这个太阳一样，只是发出你们的光和热。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平和的接纳，不屈的奋斗，坚定的前行。这种力量它是缓缓的去释放出来的，并不澎湃，但是你们日复一日的发出自己的光和热，就能够把那些困难揉碎，最终长成属于自己的力量。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那么第3组牌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张牌圣杯10有一团火就是你们的人生呢，一定要有一些东西能够让你们即使身处困境和寒冬的时候，也能够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供你们取暖。我觉得这团火它至少代表了3种精神。第一种精神是浪漫主义的精神，能够带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滤镜去看待这个世界。这种浪漫主义的滤镜往往能够让你们在绝望当中看到希望。而第二种精神呢，它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它是一种憧憬和向往。如果你们心无向往，那么任何事情都可以让你们轻易的沉沦和堕落。但是一旦当你们拥有了这种理想主义的追求的时候，那你们的归途一定是某个温暖且光明的地方。而第3种精神呢，我觉得这团火它代表的是那种最本真的热情，对于生命的激情，为了某件事情能够奋不顾身的勇气。你们的这种热爱，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生活的热爱，能够帮助你们抵御漫长的岁月对你们的侵蚀。热爱生活，永远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相信我，上天会厚待那些勇敢的、坚强的、多情的人。如果你们爱什么东西，渴望什么东西，那你们就去爱，去渴望，去追逐。只要你们拥有强大的愿望和热爱，你们就是不可战胜的。第2张牌呢是 Knight of Swords 宝剑骑士你们的人生它一定会经历这么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要有决心去粉碎一些东西，比如说粉碎一些执念，粉碎一段不良的关系，粉碎一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宝剑呢，你们手上的这把宝剑它就是要斩断的，要切割的，要告别的要大踏步的往前走去，并且拿着手中的这把宝剑披荆斩棘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接受事与愿违，但是仍然要全力以赴。其实宝剑骑士我看到的是一种勇往无前的决心就是你们给自己做出的一个承诺，立下的一个誓言，或者说军令状，这个时候的你们就是不可战胜的。而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8其实我觉得和这个宝剑骑士它是有呼应的地方。因为这个圣杯8呢，它是你们会为了证明自己要达到某个目标、某个目的会放弃掉一些东西。这张牌它是有一点削发明志的感觉，就是长时间的为了某个目标而聚焦，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可能会放弃掉很多比如说放弃掉你们的娱乐生活，放弃掉无效的社交，放弃掉无意义的消费，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被理解的孤独。它本质上是你们自制力、自控力，还有一种深度克制自己的能力、深度思考能力的一种体现。所以说圣杯8呢，我觉得就是你们会把一切不合时宜的累赘都会用剪刀剪掉，就像手机内存一样，时刻的清理。它代表的是你们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可以立刻的开启一个新的人生。
这张牌它也有一种象征意义啊，就是斩断那些过去的痛苦的回忆。当你们决定不再纠结一些事情和那些日思夜想的人始终没有答案的问题的时候，你们突然就会释怀。你们会用执着烧死所有的幼稚和任性，直到那片荒野慢慢长出了理智、冷漠和清醒。所以说第四张牌就是 Devil 啊，恶魔牌。你们要正视你们内心当中的那股欲望，这种欲望它并不是洪水猛兽啊，不要完全的去否定它，不要压抑自己内心当中的欲望。如果我们彻底的放下欲望，那么我们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所以说我们真正要做的是需要有意识的参与到实现欲望的过程当中，才能够不被欲望带着跑，才能够有觉知、有觉察能力的参与到这种实现欲望的过程里边，不被欲望所奴役，而是我们要带着欲望，利用欲望来实现我们的目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欲望能够鞭策我们，能够推动我们往前走。然后我们抽到的这张月亮牌，我觉得月亮的话就是建议你们你们应该是那种非常敏感的体质啊，有一个非常细腻且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有的时候你们也会很容易把自己困住，因为你们特别的敏感，特别容易多愁善感，所以说能够轻易的觉察到周围人的情绪，变得很在意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啊。只要你们能够捕捉到一丝负面的情绪，可能就会把那种负面的情绪放大。但是本身月亮的话，我觉得你们是很看重感情的，你们在人际关系里边有的时候可能会不求回报的投入。当你们想要拥有一份完美的感情的时候啊，你们的期望越高，失望也会越大。所以说这种特质，我觉得它的缺点就是很容易会造成这种精神内耗。你们的这种多愁善感，而且呢总是顾虑太多，常常一件事情还没有开始就已经预设了失败的样子，还没有开始做一件事情之前就会阻止自己啊，有的时候会过分的谨慎吧，可能会让你们错过很多东西。但是呢，这也是宇宙给你们的一份礼物啊，就是你们的这种多愁善感的性格特质，会让你们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会有一种天生的审美能力。我觉得对于你们从事的这种职业来说的话，你们一定要去做那些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够胜任的工作，它能够把你们自身的这种高敏感带来的缺点一举转化成为你们最大的优势。所以说月亮牌的话，千万不要压抑自己内心当中的那种情绪。当你们感到很压抑的时候，一定要哭出来，尤其是在深夜之后。当你们哭出来，哭完之后会有一种很干净的能量，哭完之后反而会让自己的这种心情有一个触底反弹。只有擦干眼泪才能够重新把自己整合起来。所以说这种高敏感的特质可能会让你们像一个孤勇者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警惕和不信任，很容易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边，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边。要学会照顾自己的情绪，重视你们身体当中的每一种情绪。但是也不要排斥这些负面的情绪和能量，不要对抗它，因为会消耗你们啊。因为当你们排斥这种情绪的时候，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其他的连锁反应，就是说这一种负面情绪可能会激活其他的负面情绪，带给你们更大的影响。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要做的是学会从这种负面的情绪当中抽离出来，冷静的观察它，和它保持距离。任何事情包括情绪本身它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它的反应。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三啊，其实这三个人都是你们都是你们自己啊，只不过是戴着不同面具的自己，不同状态的自己啊。三个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啊，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和你们自己和解，尤其是不完美的那个自己和解。因为你们会发现，你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其实是你们和自己关系的一种投射。如果说你们在外部世界的这种人际关系啊，在处理事情上的态度和反应上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你们就要思考一下，是不是你们和自己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是不是本质上是因为你们排斥或者说拒绝去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从而导致在外部世界产生的这些问题啊。你们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爱自己来爱整个世界，通过拥抱自己来拥抱整个世界。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